这些记忆不是我的，我穿越了，这到哪说理去？没说了嘛，黎明那边好像又不太平。希望防护网能顶住。S 级异能者疑似出现在海外了。我去，真的假的？蓝星，一个和前世相似，却做了凶兽和异能的世界。雷电系本是自然内下强力的异能，可偏偏是一级落电，在这个世界几乎是个废物。哇，又进步了！你报考哪个大学啊？还没想好呢。穿越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一个人形电击棒？高考在即，各位同学做好考前准备。我最后再强调一遍，5科高考有死亡风险，觉醒异能低于D级的不建议报考。我不想有一天，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毫无还手之力。不是说穿越者都有福利吗？系统呢？救一下呀！深蓝系统激活中。不要出声！启明，启明，又是原主的记忆。启明，你真不准备改自己志愿了？全班就你一个1级，敢选5科高考？怎么，你也想来陪我？嘿嘿，哥们儿可是要考文化大学，和妹子们一起度过4年悠闲生活的，保家卫国这种英雄事情就交给你这样的异能者大人了。滚蛋！新手礼包，我来了。我不想有一天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毫无还手之力。深蓝系统激活中，是否领取新手礼包？领取。发放中，获得奖励异能点200，异能紫霄神雷。这感觉，妈妈，对面大哥哥那家着火了。消防电话！江城第3军团进入戒备状态。异能蜕变完成100%，异能蜕变成功了。这就是 H 级异能紫霄神雷。不过领取紫霄神雷的动静也太大了一些吧？不愧是源自东方上古神话10大本源雷霆之一，只是觉醒者阶段就有这样的威力。还好刚才蜕变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不对，努力控制了一下力量，不然遭殃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个客厅了。早知道动静这么大，
就该直接跑到郊外去领取新手礼包的。对了，新手礼包里还发放了200异能点，这是用来干嘛的？异能点可以通过击杀凶兽获得，消耗异能点即可提升等级和技能。在系统面板中可以看到异能点点数以及升级选项。打怪升级的套路虽然简单，但却实用。体魄和精神的基础属性还算不错，毕竟大多数觉醒者也就只有100点左右。但这练习了5、6年的枪法，熟练度还仅仅只是初级，刚入门，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这个是当初花30万大下必买的枪法类战绩，毕竟才练习2半，还是初级也正常。看来还是先提升基础属性吧，毕竟无论是使用战力还是操控异能，都需要扎实的基础属性。神男加点。精神清明了许多，果然对紫霄神雷的掌控力也得到了提升，而且威力也有所提高，2大基础属性都上涨了20点，也就是说异能点对应0.2气血或者0.2克精神，兑换比例有些低，不过对付高考应该绰绰有余了，而且毫无副作用。你们好，同学，你没事吧？这里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点意外，我用雷电异能已经控制住了火灾。队长没有发现遗留的安全隐患，大门也修好。你的雷电异能很适合某些电子设备场所的火灾爆炸控制。等大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来江城消防局找我，我给你安排工作。那我们先走了。真是一份诱人的工作啊，稳定且诱人。若是以前，我肯定毫不犹豫，但是对现在的我却是丝毫没有吸引力了。刚刚看着好危险啊！是啊，要不要去看看小明的孩子？小明，刚才的火灾没事吧？没事，杨叔，已经控制住了。没事就好。看你这样子，是要去武馆？是啊。去武馆练手，我先走了，爷爷奶奶拜拜。真努力，明天就高考了还在训练，哪像我家那个臭小子。唉，真想有个私人训练室啊。不想了，先去测下异能威力。创建雷霆武馆的9阶异能者罗恒，也是雷电系 S 级异能的拥有者。不知道未来某一天，我是否也能创建属于我自己的武馆？真冷清，往常到处都是人，看来都是免费的学生开放的原因吧。表姐，她不是平常都在暴熊武馆吗？琪姐，你也来雷霆武馆了？陪朋友过来一趟。那行，琪姐你们忙，我去一趟训练室。琪琪，这谁啊？看起来还挺帅。徐景明，我表弟，和我们一样，他也是高3年级，明天参加5科高考，好像和之前似乎有些不太一样。打听这么清楚干嘛？小雅，你思春想找男朋友啦？怎么不行啊？这长相，只要实力不是太差，以后当男朋友带出去，那不是挺有面子的？那我表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觉醒的只是1级异能。唉，才只是1级异能啊，可惜了。1级异能还敢参加5科高考，至少勇气可嘉嘛。勇气可嘉又怎样？这风险实在太大，我宁愿他不参加5科高考。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不是来雷霆武馆参观的吗？说的也是。高中3年，我几乎都在暴熊武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雷霆武馆呢。高考之前放松放松，有利于身心健康。真不错，今天都不用预约。首先试试不用异能加持下我的巅峰实力。枪变轻了，
不对，是因为我体魄变强的缘故。不过也没办法，再更换武器了。还好，只会对我的实力产生些许影响。热身完毕，现实是纯肉体力量。321卡，单纯的肉体力量居然比之前提升差不多有1倍，已经是普通觉醒者3倍了。再来。威力居然达到3000卡，是肉体力量差不多10倍，比普通1阶异能者还要强3倍，应该有1阶中位了。10秒了，竟然还没回复，不愧是 S 级异能，太逆天了！怪不得各个国家都在追求高等级异能觉醒者，不同品质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不过3000卡还不是我的极限。闪电集中波！转了一圈，感觉还是我们暴雪武馆更好一点。雷霆武馆这边不仅训练室小，用的实际测试设备也不是最新的。废话，你以为我们每年12大虾币的会员是白交的啊？不过说起来赚了这么一会儿，还真有些无聊。无聊？要不我们继续站起来比比。好强能量波动，爬到了异能者层次。闪电疾风破！看来房间的设施都坏了，没办法知道具体的数值。不过这个初级训练室应该最高能够承受1阶上位异能者攻击，也就是说，我在这一击已经能够和1阶上位异能者相媲美了。不愧是战绩，果然厉害！看来明天的高考有得玩了。可惜现在只有1个。至于损坏的房间，先通知维护人员吧。还好这个世界不用为此赔偿。我记得这里是专门提供给高中生用的楼层，我们家城那几个经络异能者层次的变态都是在暴雪武馆训练的，怎么会来雷霆武馆呢？是其中的一名变态来这边训练，还是说有新的异能者高中生诞生了？准备回家了？训练结束，想早点回去再准备准备。那行，明天5科高考加油，不过也要记得注意自己安全。好的，琪姐，你也加油。好家伙，连记忆金属都轰碎了，这得多大强度攻击？从残余的能量中，我都还能感受到那种无比狂暴的力量。发出这道攻击的，就算不是2阶异能者，也肯定是1阶巅峰。1阶巅峰，甚至还有可能是2阶。我们家这还有这么强的高中生？应该不是高中生，可能是哪位异能者不清楚规定，误入了第3层，使用训练室进行了实力测试。也是，这种强度的攻击不可能会是高中生能达到的。1阶巅峰，就算是省会城市的天才都不行，我们江城这种小地方，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物。说的也是，光是江城那几个异能者考生都让人够压力山大了。要是有考生达到了2阶，我们这一群消耗了不知道多少资源的人，干脆买块豆腐一头撞死算了。刚才就只有徐景明从这边走过，你们说这攻击会不会是他造成的？徐继明其实是个超级天才，
只是一直暗中隐藏实力，就等着在明天的高考里一鸣惊人。扮猪吃虎的网文看多了是，这么离谱的事情都能被你想出来，隐藏实力也要有隐藏实力的条件啊！一级异能觉醒者，攻击强度能有300卡就不错了。这地方两边走廊都能通向外面，那位强大的异能者应该是从另一边离开，所以我们才没能遇到。说的也是。5科高考，我来了。小琪，你和小明在同一个考场吧？妈，我上次不就和你说了吗？整个江城就只有一个5科高考考场，我和他考场当然相同。那要是你在考场中遇到了小明，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毕竟你表弟他仅仅只是1级异能，在5科高考里太危险了。 5科高考地图那么大，进去之后怎么可能遇到？概率几乎为0。另外，你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就算成绩差点，也不要强行和高等级凶手拼杀。知道了，我们会平安的。儿子，这是5科高考，我不求你成绩有多好，最要紧的是还是注意安全。爸，知道啦。小柔，考场上注意保护自己。两世为人，却找到了，江城2中高3 5班。5高，我来了。你看，咦，这是徐景明，临时看不出来，没想到穿上战衣还挺帅。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他气质有这么凌厉？哦，好帅！徐景明，师傅，5班人到齐了，出发吧。那里就是我们的考点了。我操！快看，好像是头独角戏。独角戏啊，真的好像是啊！你是说废墟小镇外围不会出现什么强大凶兽吗？只会是暗影猫、铁毛猪这样的常见凶兽啊？你不知道吗？凶兽配比都是出题人决定的，又不是年年都一样。外围出现独角戏、壁刀虎这样的稀有强悍凶兽也不是第一次了。不会吧？今年的考题不会这么变态吧？独角戏又怎么样？要是连这种程度的凶兽都对付不了，就算侥幸考进了异能大学，也成不了大器。你行你上啊，装你！这人是谁啊？口气这么大。还能是谁？第一高中的听风剑周明阳呗。原来是他。不错，练剑就是要有这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好强，绝对是2阶以上的异能者。我是本次江城5科高考的总指挥王海洋。在考试之前，我再重申一下注意事项。本次5科高考于上午9点准时开始，晚上9点结束，总时长为12个小时。考试地点就是在护栏往外的废墟小镇，和往届高考相同。废墟小镇
共分为外围、中部以及核心区域。外围地区都是哺乳节凶兽，中部地区是巅峰哺乳节凶兽以及少量一阶凶兽，核心区域全都是一阶以上凶兽，一般不会出现一阶王者凶兽。最核心地带则是盘踞着一阶高位凶兽以及二阶凶兽。其实外围、中部、核心以及最核心区域就和数学考试一样，不同区域给了不同难度，盘踞着一阶高位以及二阶凶兽的最核心地带，也就是专门留给尖子生准备的呗。击杀不同种类等级的凶兽可以获得不同分数，凶兽等级越高，实力越强，击杀后获得的分数也就越高。不过各位也要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区域去击杀凶兽。好了，现在开始发放资源，大家排好队，每个考生都会拿到一个战术背包，每个背包里都有一个智能芯片、3根能量棒、1颗安全球。芯片只要插入智能手表上，就可以统计击杀凶兽数量和种类、地类分数。同时，里面还有一幅废墟小镇的地图，确认考生方位。能量棒一共3根，使用后可以快速补充体能。最后一个物品则是安全球，激活后能够在周身形成普通凶兽无法攻破的高压电网。当然，一旦使用了安全球，那也就意味着高考提前结束，请各位考生注意核对，要是有缺少，请尽快到主席台这边补习。最后，现在是8点半，大家还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有小队学肉盾的吗？我有强化系地级异能，能扛又能输出。这次高考难度太大，想不组队都不行。精神系西级异能可以一定程度上停滞凶兽思维，有小队要吗？我们小队缺个爆地输出，有地级以上输出系异能的可以来我们小队。徐启明，你应该还没有加入小队吧？要不来我们小队？我们小队还差一个辅助输出，你的雷电异能正好可以弥补。我天真善良的姑奶奶啊！再善良也得学会看场合。这种艺考听生死的时候，谁都不想多个累赘。你看看你背后的猪肝脸吧。班长，我准备单人进考场，你们组队就好。这样吗？那好吧，进了考场注意安全。还算个小子识相。林大美女的组队邀请都拒绝，阿明，你够可以啊！多少人想和他组队都来不及呢。少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班长就是这种性子，喜欢帮扶弱小。自从知道我家里的事情后，就一直暗中帮助我。原来你知道啊，我还以为你把这当成别人安利你呢。要是原主，怕是真的会这么想。不过话说回来，你真准备一个人进考场？这次5科高考很难，只是1级异能的你，单人进场恐怕不好弄。不过你要是愿意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勉为其难的带你一把。呵，笑话，我还需要你带？实话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现在的我今非昔比。这次是冲着江南省省状元去的。要是你愿意叫我一声爸爸，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带进江南省前100。江南省省状元，你还真能吹！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吹？要是张浩在这儿，怕不是会被你笑掉大牙。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果真是世风日下呀！哼！哼！江城2037届5科高考正式开始，考生进入考场。5科高考开始了，这次我一定要一鸣惊人。我的目标是江南异能者大学。启动废墟摄像头以及跟拍无人机，准备开始高考直播。收到。哇！
大家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2037届物科高考现场实况。小七、小明，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强行去挑战高等级凶兽。这些凶兽还挺聪明，面对大批考生，选择躲避，伺机而动。亲。我去，这么快！不过确实不能混在人群里了。加载中，请考生在智能手表上认证身份。指纹确认中，确认成功。考生为江城第二高中高三5班的徐景明，准考证号为203721478449。这是积分排名、考场地图和凶兽图线，功能体齐全。先看眼排名，不愧是第一高中，这么快就击杀凶兽，这个白点就是我自己了。这样的话，从外围到核心还有好一段距离，那就直接朝着核心地区出发吧。凶兽爱猫，体型不暴，速度敏捷，风爪可随钢板，以及那上千公斤的咬合力，如果不看破坏力，还是蛮可爱的生物。凶兽为何被冠上一个凶字？除了因为这种生物本性残暴外，还因为凶兽都有一种特殊的凶悍气息，就好比专业杀手的自己似的，就能让人感到心惊，甚至被吓破的。大多数第一次和凶手交手的女性，在气息的震慑下，一身实力往往发挥不出3成，有的甚至直接身体僵硬，连怎么进攻、使用异能系统。于是，在5科高考前，稍微有背景的都会用保镖护送自家子女进荒野区，提前适应和凶手的战斗。听说第一次和凶兽战斗的觉醒者要经历好几场战斗后，才能克服那种面对强悍生的恐惧感。不过，也有人对这种气息天生不敏感，看来我只是这样的特例。击杀不入阶凶兽暗影猫1只，异能点+3。这头暗影猫估计是没见过长枪这样的武器，手还没有枪头长，敢这样跳上来，这不就是找死吗？不过这次也纯属侥幸，能被冠以惊人杀手的称号，绝不是子虚乌有。如果他用他那种10几米每秒的恐怖速度跟我周旋，也不会这样一击得手。另外，要不是有系统提示1，我差点都忘了，深蓝系统击杀凶兽还能获得异能点来着。不过击杀一头不入阶凶兽所获得的异能点太少了。既然自己对于凶兽气息没有太大满意，那在外围区域多待也没太大意义，还是要快点去往中间区域才行。击杀不入阶凶兽血毛猪1头，异能击杀不入阶凶兽暗影猫1只，异能点+3。击杀不入阶凶兽独角蜥1头，异能点+6。累是累了点，但是这些不入阶的凶兽还是不值得用异能。况且紫啸神雷相比弱电消耗太大，连1个小时都撑不住。5科高考要打整整12个小时，现在就把力气耗光，等进了核心区域，碰上厉害的凶兽就没底牌可用了，再忍忍吧。不过好像这长枪使用起来越来越顺手了，难道我的枪法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突破了？果然枪法突破到中级，这样看来还是实战对实力的提升最大。原主6年的枪法也才初级，我仅用几十场战斗就到了中级，当然这也有厚积薄发的因素，但是仍可以看出实战的重要性。中级枪法就让我感觉随心所欲了，那要是进一步提升枪法会怎样？
没想到已经积累了213异能点。不过213异能点还只是开胃小菜，等进入中部区域，施展紫霄神雷击杀凶兽，异能点的积累速度会更快。既然这样，这时竟然因为和空气的剧烈摩擦，升腾起一股热浪，单凭着枪法就能击杀一阶凶兽了。看来我原以为枪法并不如体魄和精神这两大基础属性的观念错得离谱，枪法提升了高级，出枪的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不止。就算体魄比我强上数倍的一阶凶兽，在这样的枪法下也只会被活活玩死。而且长枪的各种使用技巧也都融会贯通，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都能找到应对之法。可惜异能点不够，不然真想看看大师级枪法会是一种怎样的恐怖程度。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就能进中部区域，中部区域都是些巅峰不入阶凶兽和1阶凶兽，我收割异能点的速度将会更快。竟然是不入阶巅峰的独角蜥，正好可以试下高级枪法。队长，那边好像有动静。我们过去看看，注意不要打草惊蛇。徐景明，班长，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你是自己一个人到这的？一个人更方便。一般来说，1级异能觉醒者在5科高考开始后的1-2个小时就会被淘汰掉。现在差不多是中午12点过，距离5科高考开始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怎么徐景明不仅没事，还守到这里？厉害了！我们都是有小乔的帮助才能到这边来的。我运气比较好，一路上遇到的凶兽都不算强。班长，时间紧迫，等考完试再聊。去吧，祝你拿一个好成绩。真没想到徐景明能走到这里，果然他报名5科高考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安全就好。队长，快来看，这头独角蜥似乎才刚死去没多久，伤口的鲜血还没有干涸，说明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最近几分钟。身上伤口很多，不过致命伤却是在头部。看伤口形态，这似乎是长柄武器形成的贯穿伤，看上去有点像是长枪。队长，你该不会是想说这头独角蜥是徐景明击杀的吧？我们5个才勉强敢和独角蜥对战，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不是徐景明击杀？看看他的分数排名不就行了？徐景明第46名，我操，他这是冲进前50了，我没看错吧？什么46名啊？你找到徐景明的排名了吗？见鬼了！这年头1级异能觉醒者都能有这么猛的吗？江南省是大夏国的人口大省，省下足有24个地级市，近34个县级市。而江城位于江南省最偏远的北部，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在24个地级市中也都是倒数的存在，连带着每年江南省省会宁安市拨下来的教育经费都很少。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每年的5科高考中，江城都没能取得太好的成绩。历史成绩最好的一次，还是7、8年前，有人觉醒了 A 级异能，才冲到了江南省前100。数年过去，期间江城虽又有 A 级异能者出现，但却再也没能冲进江南省前100。排名第1的周明阳分数412。看来是已经在中部区域展开一番杀戮了。他的精灵疾风用来赶路确实不错，行进速度就算是放在省会城市的5科高考中也不落于人。
话说起来，还是刘校长厉害，前10名几乎都是你们学校的。周明阳是我们江城的王牌，这次5科高考应该能冲进江南省前100。说起来，我们江城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进入江南省前100的考生了。你们第1高中的教育，我一向都比较满意。另外第3高中也不错，总算是有人挤进了前10。不过第2高中就差了些，成绩最好的才只是第18名。哈哈，我们这届确实出现几名天赋比较不错的学生。不过今年我们高中的表现好像确实不太好。前50有黎明、杨健、唐巨，这都是一班火箭班的学生。不过这个徐继明是谁？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个名字？可能是其他平行班的隐藏的同学吧，等会儿问问各班主任就知道了。难道他隐藏的实力竟然能冲进前50？可不管怎样隐藏，1级异能就是1级异能，还能忽然变成 S 级异能不成？那他究竟是怎么拿到这么高分数的？可惜现在没办法看到他的画面。终于是进入到中部区域了。废墟小镇前身的威远镇拥有差不多10万人口。凶兽攻破城市防线时，有不少人都还没来得及撤离，几乎有5、6万人丧生于世。大夏国以实战作为5科高考的考核方式，除了以此检验实力外，恐怕也有心让觉醒者亲自见证凶兽的强大破坏力。如果不是参加5科高考，以大夏国对国民无微不至的保护，怕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看见凶兽。壁刀斧前臂的斧刀已经超出20厘，大概有22、23厘米的样子。看来我运气不错，刚进入中部区就遇到一头1阶下位凶兽，正好拿你来试试我的枪法。不愧是1级凶兽，生命太顽强了，这样的贯穿伤竟然都没事。真不愧是长枪，果然很赖皮。这头足以击杀考场上99%考生的1阶凶兽壁刀斧，不到1分钟就被解决了。击杀1阶壁刀斧1头，异能点加15。击杀1阶凶兽所获得的异能点，要比击杀不入阶凶兽多了几乎1倍。这样一来，我就更要抓紧时间击杀凶兽，收个异能点了。按照凶兽实力，废墟小镇共分为4个区域：外围、中部、核心以及最核心区域。大多数考生的实力仅只能够在外围区域活动，只有小部分考生敢进入中部区域。核心区域就连江城的那几个第1高中生火箭班的考生都要有。至于存在2阶凶兽的最核心区域，整个江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进，那是社会主义的天堂，感受。现在还不是动用紫霄神雷的时候，况且这可能是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唯一能够大量获得异能点的机会。等到最后2个小时再进入核心区域。击杀1阶铁毛猪1头，异能点加8。击杀1阶壁刀斧1头，异能点加15。击杀1阶1头，异能点加13。击杀1阶壁刀斧1头，击杀1阶铁毛猪1头，异能点加8。击杀1阶1头，异能击杀1阶壁刀斧1头，异能点加15。吃饱了，回关注席吧。一中还是一如既往的强悍啊，前10名几乎都是他们的人。一中每年拿到的教育资金最多，生源也是整个江城最好的，有这个成绩也不奇怪。说的也是，话说起来，我们2中今年其实也还行，有8个冲到了前50名，晚年能有5、6个就不错了。可惜今年3中更猛，直接冲到前10去了，搞得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对了，孙老师，你们班的徐锦明是什么情况？怎么之前不知道你们班还有这好人？徐锦明不是我们班的，我还正想问你们他是哪个班的呢。老陈，你们班成绩怎么样？我们班还不错啊，成绩最好的都已经冲到前100名了。哟，那挺不错。还行，只不过今年的高考奖金，我恐怕要比你多那么一些些。老陈，你们班成绩怎么样？我们班还不错啊，成绩最好的都已经冲到前100名了。哟，那挺不错。还行，只不过今年的高考奖金，我恐怕要比你多那么一些些。是吗？那你可要失望了。我们班的成绩也还不错，有人冲到了前50。前50？老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都是火箭班的人，你们班怎么可能有人冲进那么高的名次啊？等等，难道那个徐锦明是你们班的？那他们刚才在问徐锦明的班级，你怎么不回答？有吗？那可能是我没听到。你妈，什么叫没听到？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好家伙，原来一直在这等着我呢。徐锦明不过只是进了前50，也还好了。火箭班最高的都冲到18名去了。什么叫才只是前50？前100就有1万的奖金了。前50那可是有2万多，而且你一个平行班能和集中的全校精英的火箭班比吗？看来陈老师是培养出了个了不得的学生啊！还好还好，这一切都是景明自己努力，和我没太大关系。让你喜欢炫耀，这次吃瘪了吧？以往老是压我一头，这次总算是扳回来了一次。徐锦明原来是5班的。陈芳老师教育有方啊，这么多平行班，只有你们班的学生冲进了前50名。等下半年可以让陈老师开讲座，讲讲教学经验。徐景明呢？难道掉出50名以外了？这一块没有徐景明，这一块也没看见，这里也没有，难不成掉出前100了？不可能啊，总不可能一分没动，除非参加江城5科高考的共有1400多名考生，排名时刻变化也很正常，但忽然上升10多个排名，或者下降10多个排名，往往都只会发生在排名靠后的区间。这些人实力差不多，击杀凶数的等级和数量都会差许多，一旦分数有些许变动，便是10多个名次上下波动。而能进入前50的考生实力强大，互相之间的分数差距也比较大，就算有排名变动，也顶多只是1、2个名次。所以徐锦明消失的情况实属罕见。如果出现死亡或者退赛，我应该接到通知了。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所以真相只可能是你是第32名。怎么吃个饭回来，名次一下上升了10多位？又不见了。这徐锦明名次上升了，已经冲到第25名去了。我去，第25名，真的假的？我们只不过去吃了个饭回来，怎么排名变化这么夸张？他真的是平行班的吗？也太生猛了吧！排名从第32位直接跳到了第25位，分数也从328分跳到了372分。按照5科高考的分数计算方法，击杀一头巅峰不入阶凶兽能获得6到8分，击杀一头1阶下位凶兽能获得14到16分，而智能手表的击杀数量统计间隔是4秒左右。徐锦明一口气提了44分，也就是说他在短短4秒钟时间内击杀了5头巅峰不入阶凶兽，或者3头1阶下位凶兽。这实力就算比不上周明阳他们这种第一梯队，但也绝对算是前10的水准。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猛的学生了？怎么没印象？周校长，看来你们学校还是有不错的学生嘛。这个徐锦明先前应该是没发力，现在一发力，排名立马提了起来。赵校长的这个学生差不多有前10的实力。对了，你这个学生觉醒的是什么异能？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实不相瞒，徐锦明这个学生是今天高考才突然爆发的。对于他的相关信息，我也要问问他们班主任才知道。陈老师，你过来一下。
校长、局长，据我所知，徐景明仅仅觉醒的是1级异能弱电。1级异能？陈老师，你没记错吧？校长，我没记错。高考前我还特意提醒过他，不要参加5科高考来着。仅仅只是1级异能就能走到这一步，看来这个徐景明在其他方面应该有过人之处。可惜没进入前10名，我们还看不到他的战斗画面。等着吧，以他的实力，应该能很快就冲进前10了。那也就只能等着了。另外，陈老师你就坐这儿吧。能和局长、校长们如此亲近，这机会太难得了。徐景明排名又涨了，到21名了。快看，快看，提升到第16名了。12名啊！徐晴做到了，他真的进入前10，进前10了。这下总算能看出徐景明是凭借什么进入的前10了。这一枪好快，好快的一枪，简直如同一道闪电。出手速度堪比风系异能觉醒者，可他不是雷系异能觉醒者吗？好家伙，居然能瞒我瞒这么久！有这种枪法，早点拿出来不好吗？非要等着在高考上一鸣惊人。不过有这种枪法，就算只有1级异能，也确实可以在高考中拿个不错成绩。这样看来，当时劝他不要参加5科高考倒是多余了。强大的体魄以及强悍的枪法嘛，可惜了。是啊，太可惜了。强悍的体魄和兵器使用技巧，在觉醒者时期确实算是很不错的优势。可到后面等级越来越高，体魄和记忆带来的优势也会逐渐变小。毕竟异能者最主要还是靠异能来战斗。但凡他有个 C 级异能，搭配上这种体魄和枪法，江城第1名绝对就是他的。可惜他却仅仅只是1级异能。江城前10，只要能一直保持到高考结束，必定能上一所不错的异能者大学。就算接下来徐景明不再击杀凶兽，以这样的成绩结束高考，也能上到异能者大学，只是不会那么好罢了。而这样的成绩，与预想中的落榜甚至死亡的结果相比，已经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击杀一阶暗影猫一头，异能点加9。废墟小镇中部区域的凶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进来1个多小时就击杀了20多头1阶下位凶兽，另外还有10多头巅峰不入阶凶兽。不错，果然在中部区域击杀凶兽的效率更高。跟踪无人机，我成绩已经进入前10了。果然已经进入前10了。那么接下来，高考这天，江城所有中学都会组织高1、高2的学生观看5科高考直播。一方面是让这些学生认识到5科高考的血腥与残酷，另一方面也想让学生们提前熟悉凶兽的习性。此时，江城第2高中所有的高1、高2学生已经观看好一会儿直播了。往些年，江城前10都是第1高中的考生，可今年却不一样，他们学校也有了入前10的考生徐景明。这枪好帅！许学长的名字在之前虽然没听过，但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的偶像了。学长又高又壮，简直不要太帅了。那么接下来当然是打开面板加个点。都已经300多异能点了，还是不能提升到异能者吗？出现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从觉醒者蜕变为异能者所需的异能点太多，300异能点都还不够。
第二种可能就是从觉生者转为异能者，需要先学习异能修炼法。没有满足这种条件之前，就算是系统都没办法直接提升等级。我感觉还是第二种可能性高一点。原以为有系统在，可以绕过这一基础条件，不过现在看来，确实我想错了。但最差的异能修炼法，售价都在100万元以上，以我现在的身家，肯定买不起了。算了。反正以我现在的战斗力和真正的异能者相比也没差，那就等高考完进了异能者大学，学习的异能修炼法，再成为异能者吧。目前能够提升的只有基础属性和战技，战技暂时还用不上，那就直接提升基础属性。深蓝，帮我体魄加200点，精神加112点。已分配，是否同意加点？爽！这样的体魄，再加上高级枪法，就算是核心区域的1阶中位凶兽，就算不动用异能，我也能将其轻松击杀。既然我实力再度得到提升，那中部区域也不用多待，直接去往核心区域，那里凶兽更强更多。虽然修行了异能修炼法，但距离蜕变为异能者还有些差距。看来，击杀1阶下兽已经是我现在实力的极限。算了，就在中部区域转转吧，异能也得节省点用了。排名掉了1位，第2高中的徐景明607分，第9名。果然，昨天造成那一击的是你，景明表弟。不过，仅仅是1级异能的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看来表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老实。我操，阿明这么猛吗？早知道就该叫他一声爸爸，直接抱他大腿啦！徐景明进前10了，太猛了！我们二中现在排名最高的就是他了。徐景明进入了前10，我们也要努力争取进入前300名。这么长时间了，学长怎么还在跑？等等，排名降了，降到第10了。唉，看来我们第2高中还是不行啊！好不容易出了个冲进前10的学长，结果却是后继无力。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许学长确实乏力了。哎，算了，我还是看第1名的清风剑周明阳吧。哎，大家快看，许学长找到凶兽啦！完了，学长遇到凶兽群了！终于到了。赶路的半小时竟然掉落1名，不过无所谓，只要能找到大群凶兽，我的排名很快就能再提上来。这次我要一口气拿到第1名，不能浪费时间在明星凶兽身上了。这点是我要找的。想要让壁刀虎达到群居的效果，必须要有一头实力镇压一切的王才行。
1头、2头、3头，这里足足有10头凶手。看来我猜的没错，果然有壁刀虎群，那么就一定还有壁刀虎王。找到了，足足10头的壁刀虎群，还有一阶中位的壁刀虎，竟然被无视了。哇，周明这好帅啊！5号这边直播也很精彩啊！哎，大家快看，学长遇到凶兽群了！完了，遇到壁刀虎凶兽群了，完蛋了！学长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真的完了！完了，壁刀虎已经包围过来，他走不掉了。学长还不激活安全球，这情况很危险了呀！不愧是有凶兽统领的凶兽群，居然还学会了简单的阵型。内圈5只进行围攻，外圈5只准备偷袭吗？来得好！学长，徐启明，有意思。竟然没有死，单纯的肉体力量还是差了些。不过也还好，只需要补个刀就行。还有最后一只。我操，这么猛，长枪还能这么用的？这力量离谱！要是换成普通人，像这样挥舞长枪，不但不能将壁刀虎击伤，而是直接被那庞大体型给按死。枪枪到肉，好霸道的枪法！看来这位许学长应该觉醒的是强化肉体类异能，不然做不到这种程度。好暴力的感觉，不过我喜欢。爽，这感觉比看丁天浩的清风剑要痛快多了。枪枪到肉，好霸道的枪法！学长，小心啊！不愧是兽王，速度还蛮快。不过正好让云奇解决了。呵呵。一阶中位凶兽也不过如此，连异能都没办法逼我用出来。啊，这是痛快，爽，太爽快了！不愧是许学长，太厉害了！好家伙，看得我热血沸腾，都想自己搞把长枪试试了。我去，什么情况？学长的排名怎么跳到第6名去了？
学长刚才的分数都才只是634分，怎么着一下子就涨了差不多160分？就算这里面有4、5头一阶凶兽，也不至于一口气拿这么高的分吧？我操！我才发现学长已经没在中部区域，而是进入核心区域了。我就说，感觉这几只地刀虎的体型不太对，原来不是巅峰不入阶，而是一阶凶兽。这么说，刚才学长击杀的全都是一阶凶兽？哪有像学长这么生猛的？只是一口气将所有凶兽击杀。就算是第1名的金风剑周明阳，面对这种凶兽群，都只有来回拉扯。一阶中位凶兽也不过如此，连异能都没办法逼我用出来。丰收啊！光是这一波，竟然收获了足足106异能点。唉，现在想太多也没有用，还是收个异能点要紧。抓紧去下一处地点。这战斗力恐怕比钟明阳都还要强的吧？第2高中的徐景明是哪个老师教的？居然能这么变态！徐景明居然有这么强！不能冰封如龙，快如闪电，高级枪法，这绝对是高级枪法。普通人将某种兵器技巧练到中级，要花数十年时间；要练到高级，没个大半辈子根本不可能。而徐景明这才18岁而已，这是何等的天才！唉，太可惜了。若是有一个好点的异能，那说不定就能打破江城许多年来的记录，冲进江南省前50。然而徐景明的一级异能，却注定对方后继无力啊！高级枪法，怪不得这么猛。徐景明，这满打满算都才不过18岁吧，枪法就已经练到了高级，这是何等的悟性！就算是省会城市的天才，都不可能掌握高级兵器技巧吧？赵校长，恭喜了！看来今年的江城第1名要落到你们第2高中了。从来都没想到第2高中居然还有这么一天。之前不仅教育资源倾斜一中，不少优秀学生也因为优渥条件而转学一中。终于，刘校长过奖了。考试还没结束，结果究竟如何还不一定呢。不管怎么说，徐景明的实力摆在那里，我们江城能有2人冲进江南省前100也不错。这次你们第2高中很好，培养出了徐景明这么个学生。等高考完，我会向市里提议对你们第2高中进行嘉奖。多谢常局长，徐景明，你还真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呀！快看，学长排名又变了，第6名了！哇，第4名了，第3名，第2名，第1名。第1名徐景明1045分，江城第2高中。12头凶兽，很好。12头凶兽，很好。帅吧？我发现你了。不愧是第1名，感官果然敏锐。周明阳。不过你怎么知道是我？赶进核心区域的就那么几个，我们都是老熟人了。现在忽然出现一位陌生人，当然就只可能是第1名的你了。原来如此。等等，你是准备一个人对付这群凶兽？怎么，
你想和我抢怪？这里面有2头1阶中位凶兽，你一个对付不了的。我们2联手，说不定还有些可能。不用，我一个人就行。哎，也罢，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就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手段。这，难道他是拥有某种强大的 A 级强化类异能？只是我没看出来。虽然现在积分拿得爽，不过等到5科高考结束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我先走了。等等，徐继明，你拥有的是强化类异能吗？不是雷电系。雷电系。等等，徐继明，你拥有的是强化类异能吗？不是雷电系。雷电系。不想告诉我异能类别，也不至于这么敷衍我吧？真是个性格恶劣的人。而且刚才那眼神，居然是担心我抢他的怪。这种凶兽群，除了你这种变态，还有谁能对付？再说了，核心区这么多凶兽，还用担心没有凶兽山？说起来，我在这等了10多分钟了。说抢怪也是你抢我的，也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怪物。看气息也不是异能者的样子，去偏偏杀1级凶兽和砍瓜切菜一样简单。什么情况？凶兽都跑哪儿去了？怎么越来越少？哟，明阳，好大的火气啊！你们怎么凑到一起了？这你就要问问徐景明了。徐继明把核心区域的凶兽都杀光了，我们都找不到凶兽，才不得已凑到一起的。我们已经在这边转悠半个多小时，听到这边有声音，还以为是凶兽，兴冲冲的跑过来，结果没想到是你。徐锦明把凶兽杀光了？怎么可能？为了准备5科高考，核心区内投放的凶兽少说都有300-400头，一看就知道你好久没看排名了。喏，你自己看看徐锦明的分数就知道了。这3400多分。这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是徐景明把凶手给杀光的吧？击杀1头1阶下位凶兽，获得的分数在15分左右；击杀1头1阶中位凶兽，获得的分数在25分左右。3435分，就算减去他在中部区域获得的700多分，也都还有2500多分。也就是说，徐景明一个人在核心区域杀了差不多150头凶兽。另外，我们几个人也杀了不少，算在一起，可不就是将核心区的凶兽全部杀光了吗？尼玛，怪不得之前徐锦明那么害怕被抢怪呢，原来是早就想到这点了。Oh baby， 3435分，这分数太逆天了。徐锦明最差都是江南省前10，前4名啊！我们江城什么时候出过这样的好成绩？破纪录了！徐景明破了我们江城的纪录。真没想到徐锦明单凭那一柄长枪都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江南省前10是什么概念？那可是全国 TOP 10异能者高校都会抢着要的天之骄子。天也出奇灵，没想到我们江城也能有徐锦明这样的学生。是啊。核心区一共投放了450头1阶下位凶兽和40头1阶中位凶兽，除去凶兽互相厮杀阵亡以及中阳4人击杀的数量，徐锦明一个人就击杀了整个核心区差不多1半的凶兽，而这却仅仅发生在3-4小时内。
从侧面也足以说明徐景明实力的恐怖。不过徐景明还真够疯狂的，短短3-4个小时就几乎将核心区的凶兽全部杀光了。看样子以后怕不是一个战斗狂。徐景明父母在太小的时候就双双死于兽潮中，可能是因为这样，他才对凶兽如此痛恨。早晚有一天，我们人类会把凶兽全部消灭。放心吧，我有那么一天的。哦，你遇到徐启明了，快说说看，他是什么异能？异能种类我不能确定，不过他体魄很强，气血值至少都在180点以上。180点气血，怪不得这么生猛。普通觉醒者的气血值就只有100点左右，我们这些一阶下位异能者，气血值也才只有130多点，180点气血是我们遥不可及的目标。体魄强悍，大概率是强化系异能者。开启异能强化体魄后，有这种气血也还好。哦，徐景明还只是觉醒者。觉醒者，觉醒者。可着我们这几个异能者，还比不过一个觉醒者。不得不说，梦迪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抓重点。我这不是被吓到了吗？何况我刚好觉醒的是强化系 B 级异能。徐景明真是变态呀，还只是觉醒者阶段就这么猛了。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距离高考结束还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核心区凶兽被杀光，难道我们要重新回中部区域？我们这儿到中部区至少都要大半个小时，路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而且中部区大多都是巅峰不入阶凶兽，击杀和获得的分数并不算高。与其回中部区，还不如我们一起去最核心区试试。最核心区？单独一个人进最核心区，无异于送死。不过我们4个人联合到一起，倒是可以一试。我没有意见。目前看来也只有这样了。行，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深蓝，2413异能点，这是我进入核心区域后的全部收获。这么多异能点，实在惊人。不过这样一来，核心区的凶兽就被我杀得七七八八了。想要继续获得异能点，必须去往最核心区。不过那里有2阶凶兽，去之前还得加强一些实力。等级后面依旧没有出现加号，看来确实是缺少异能锻炼法，才无法突破为异能者。异能点减100，闪电疾风或已提升为中级。异能点减200，闪电疾风或已提升为高级。这下对付那头2阶凶兽，我也更有信心了。虽然身上的异能点很多，但等5科高考结束，再也没有这样收割异能点的机会了。况且等进了异能者大学，这些异能点还另有大用。最重要的是，以我目前的实力，已经足够对付最核心区的2阶凶兽，不需要再进行提升。和5科高考的整个地图相比，最核心的区域可以说是小得可怜，几乎就只是一个小点。不过放到现实中，这不仅仅只是这么个小，而是一座小区。和普通凶兽群不同，这些凶兽种类各不相同，有暗影猫、铁毛猪，甚至还有独角蜥。凶兽生性残暴，
不同族群之间意识会相互识别链。像这样数量众多的不同种类凶兽能够和谐待在一起形成族群，必定镇压一切的兽王。居然是嗜血暴熊！这下麻烦了。若是换做其他普通的2阶凶兽，我们4个人联合在一起，说不定还能顶上那么一会儿。那宛如大铁锅般的熊掌拍下来，所有人都得死，根本顶都顶不住。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刚进小区，都用不着嗜血暴熊出手，就直接被这些一拥而上的1阶高位凶手给团灭。我们这4个人联合在一起，也最多只能对付3、4头1阶高位凶手。可下方小区空地上的1阶高位凶手却足足有30多头，也就是说，无论是那头2阶嗜血暴熊，还是剩下的这些1阶高位凶兽，都是我们连惹都不敢惹的。对核心区和核心区的凶兽配置差距太大，核心区最强都才只是1阶中位来着，玩到最核心区，最强凶兽编为2阶不说，就连这些普通凶兽也都是1阶高位，这还怎么玩？在考试开始之前，我就听说我们这些5科高考的出题人是老刘，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这种变态的凶兽搭配绝对是他没跑了，由他安排的5科高考，死亡率比其他年份高上1倍不止。最核心区1阶高位凶兽和2阶凶兽是全国5科高考的固定搭配，只是老刘将它换成了更难对付的嗜血暴熊罢了。这怪不了别人，只能怪我们实力不够。5科高考本就是优中选优，最核心区就相当于数学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能够将这道大题解决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我虽是将成为万众瞩目的天才，可放到整个江南省，我却连触碰这最后一道考题的资格都没有。话说起来，徐景明那个家伙拼死拼活忙碌这么大半天，费尽心思才拿到了3000多分，却还不如击杀眼前的这2阶凶兽和30多头1阶高位凶兽来得快。确实，击杀一头1阶高位凶兽，宁可获得100分数；若是能击杀最终的2阶凶兽，更是能一口气获得4000分。这里加起来，人类需要的是战力突出的强者，杀再多的渣子又有什么用？不同凶兽之间实力亦有差距，就比如同是1阶，一头暗影猫怎么都打不过独角蜥的，这便是种族压制。而嗜血暴熊在凶兽族群中也是出了名的稀有族群，很难对付。先不提那夸张的恐怖的力量，就说他那全身球结在一起的厚厚皮毛，就要比1级合金还要坚固，就算是导弹都无法轻易轰碎。而5科高考需要的正是能够击杀强大凶兽的异能者，而不是只知道击杀低阶凶兽的杀戮机器。正如现如今的蓝星一样，虽说凶兽肆虐，但只要能将凶兽族群中的9阶兽皇全部击杀，剩余凶兽便会不攻自破。而没有将兽皇全部击杀，就算杀再多的普通凶兽也没有用。也正是因为如此，5科高考才会将最核心区的凶兽分数设置的这么高。这样，只要将2阶凶兽击杀，即可获得镇压全场的分数，而2阶凶兽也是有意冲击省状元考生的必夺目标。不过话说回来，徐景明有个屁用？那我们这些分数比他低的，岂不是连屁用都没有啊？好了，别说那么多了，等会儿我们就下去试试，看能不能勾引几头1阶高位凶兽出来。有2阶嗜血暴熊坐镇的小区空地是肯定不能进去的，因此我的策略是一头头勾引，能杀几头算几头。当然，也有可能一头都勾引不出来。若是真是那样，我们这群人也只有回中部区域了。干活了，干活了！跑去2阶凶兽作战地方勾引凶兽，这真不是在作死啊！呵呵，就算是要作死，还不一样要试试。徐景明，徐景明，徐景明也过来了。
哪儿呢？哪儿呢？徐景明，哈，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是何方人物。好帅的小哥！ F 级长枪能被他用成这副破败的样子，难以想象他究竟击杀了多少凶兽。敢这样出现在凶兽群面前，这不是找死啊！完了，他惊动凶兽群了！徐景明怎么这么莽撞啊？这个距离，就算我们想要帮忙也来不及。等我们冲下去后，恐怕徐景明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还能为什么？第一名给他带来的自信呗，不知道天高地厚。徐景明不会就这么死了吧？几个小时内如同彗星一般崛起，而现在难道又要如同流星一般陨落？徐景明到底是怎么想的？明知道最核心区都是一阶高位以及2阶凶兽，怎么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凶兽面前？不过话说回来，他果然在骗我。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使用过雷电系异能。算了，人死如灯灭，骗了也就骗了吧。神雷！徐景明在干什么？怎么直接出现在凶兽视野当中了？狗命竟然都知道，前度的高手观察，徐景明怎么这么莽撞？跑，快跑啊！根据徐景明之前的表现，同时对付2、3头1阶高位凶手还可以，但想要同时对付数十头，徐景明太自信了，竟然敢这样大摇大摆地进入最核心区。就算徐景明最终能侥幸活下来，这样鲁莽的表现被各大异能高校招生办看到，评价恐怕也会大打折扣。这下完了，我们学校好不容易出现的一名天骄，难道就要这样陨落了吗？先不说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打开安全球，就算打开了安全球，所释放的高压电网也经不起这群1阶高位凶手的蹂躏。王指挥，请安排就近的异能者小队准备展开救援吧。好，为了尽可能的保全考生性命，除了安全球外，另一重要措施便是分布于考场各处的异能者救援小队。和稚嫩的考生不同，这些小队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精英，阵容搭配合理，虽都是1阶，但组合起来面对2阶凶兽也不落下风。这样的精英救援小队，在整个军区也就只有寥寥数支，往往用于救援5科高考中潜力极大的考生。如今排名第1的徐景明，显然有动用精英救援小队的资格。希望徐景明能撑到救援小队到达吧。神雷！这这是徐景明的雷电系异能。赵校长，你们管这叫做1级异能，怕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徐景明还真是雷电系异能啊！果然，
单凭肉体力量，想要对付这么多一阶高位凶兽，还是勉强了些。这就是 S 级异能，霸道且强悍。虽然我还仅仅只是觉醒者，但180点的气血和精神，让我的紫霄神雷比刚觉醒时又要强大不少，甚至于对一阶高位凶兽都能产生极大的杀伤力。今年的5科高考果然不是一般的难，这场景拿去拍恐怖片倒是挺适合。不过等会儿打起来，这些小怪怕是有些麻烦。既然如此，那就先清场。就是这种感觉。异能是人类本身的一种力量，又如同手臂一般运用自如。因此，除了战技这种比较精细的异能运用方法之外，也有比较粗糙的运用方式。比如钟明阳的风系异能，随意使用即可减轻空气阻力800分。再比如他刚才的紫霄神雷爆发，可以达到类似强力电浆炮的效果。而此刻的这种状态，也是雷电系异能的一种基础运用，将雷霆引导进体内，刺激全身细胞，即可让自身体魄得到大幅度增强。以前徐景明也试用过1级异能弱电来刺激身体，然而除了让身体发麻外，并没有其他效果。可现在换作 S 级的紫霄神雷却是完全不同。紫霄神雷如江河一般在体内奔游，让自己的体魄强化到了一个非常变态的地步。当然，这毕竟不是战技，而且雷霆穿梭在体内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损伤经络。因此，这个状态的徐景明不过用来解决你们这些凶兽倒是足够了。就算是1阶高位凶兽生命力再强悍，可失去头颅，应该也是无法活了吧？击杀1阶高位凶兽独角击杀1阶高位凶兽爱女猫1头，异能点击杀1阶高位凶兽壁刀虎1头，异能点加14。这是什么雷电系异能？这么猛！光是异能爆发，就将1阶高位凶兽打得重伤濒死，而徐景明才仅仅只是觉醒者，就算是 A 级异能都没办法达到这种强度吧。比 A 级异能还强？难道是 S 级？不对，异能觉醒是国家统一安排，要他真是 S 级异能，很难隐瞒，国家信息库早就录入了。更何况现在真有 S 级，早被送去精英培养了，怎么可能还待在资源匮乏的江城2中？难道是异能变异？异能变异，确实有这个可能。虽然罕见，但也不是没发生过。之前就听说一个D级异能在偶然的情况下变异为 A 级异能的事。不过不管怎么说，今天过后，整个江城恐怕都会为他震动。倒是挺聪明，知道我会来找你。
直接等在这里了。倒是挺聪明，知道我会来找你，直接等在这里了。怕是心理素质差些的异能者，恐怕会当场吓得瘫软。但我不是。不愧是2阶凶兽中的稀有族群，足以秒杀1阶高位凶兽的攻击，竟然破不了防。这毛发因为长期没有清理，都凝结在一起，形成好似铠甲一般的防护，强度甚至比得上1级合金。更重要的是，它还不导电。紫霄神雷虽强，但跨越2个大阶，想要对2阶嗜血暴熊造成伤害，确实有些勉强。看来要想办法先破防才行。我操！学长，徐景明，稀有凶兽以及高阶凶兽往往掌握着类似于人类战技一样的技能，而暴走便是凶兽所掌握的比较常见的一个技能。根据研究，开启暴走期间，凶兽为数不多的智慧会被完全泯灭，转化为只依靠本能行动的杀戮机器。一般情况下，凶兽一上来就开暴走，看来这真是恨不得早点杀死我呀。与之相对应的，暴走状态下，凶兽体魄强度会得到大幅的提升。不过我也不是傻子，不管有没有开启暴走，我都不会和你硬碰硬。我才1.86米，你现在都已经6米多高了，拼力量不是找死吗？最好的办法还是依靠敏捷性去打。应该差不多了。扛了我半分多钟的紫霄神雷，真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啊？嗜血暴熊毛发的防御力虽强，但刚才黑曜枪已经在他双腿处破了防，在刚才的半分多钟的轰击下，虽然有不少雷电被隔绝，但还是有不少雷霆顺着伤口进入嗜血暴熊体内，麻痹了他的神经。而这也是我想要的效果。无法动弹，那接下来就是活靶子了。真不愧是2阶嗜血暴熊，若是换做普通凶兽，肯定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可这些伤口对他来说，也仅仅只是轻伤罢了。
闪电疾风破！丁击杀2阶下位嗜血暴熊，终于结束了。异能点加24。刚才那一场战斗，几乎将我现目前的实力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只有不到2分钟，但那巨大的战斗强度以及精神无时无刻的紧绷，就算是以我那高达180点的气血和精神，都有些顶不住。还好，最终结果不错。当然，就算刚才那一套连招都打不死对方，我还有备用方案，动用剩下2000异能点提升基础属性。将最核心区所有凶兽都全部击杀，我的分数不知道有多少，10000多分。果然，最核心区的凶兽分数才是最高的。最核心区34头1阶上位加1头2阶下位嗜血暴熊，一共7400分，再加上我原本的3000多分，能有10000多分也不奇怪。我记得去年我们江南省的最高分好像也才只是8000多分吧？那岂不是说我已经提前预定省状元了？还有1个多小时5科高考才能结束，核心区和最核心区的凶兽都被我杀光了。那接下来就再回中部区域，能多杀一点是一点。嗜血暴熊就这么死啊？嗜血暴熊就这么死啊？从战斗开始到嗜血暴熊被一枪戳死，前后仅仅只过去了不到2分钟而已。要知道，这种生命顽强的2阶凶兽，就算是精英异能者，都要周旋半个多小时才能击杀。恐怖！徐景明的分数已经超过10000分了。超过10000分？我记得去年我们江南市省状元也都才8000多分吧？徐景明这10000多分，难不成他将会是我们江南省的省状元？省状元，乖乖，这么恐怖的吗？快看，徐景明走了，看他离开的方向，好像去的是中部区域。中部区域，不愧是省状元，把2阶凶兽都杀了，居然都不松懈，还赶着去中部区域。对啊，我操！以徐景明那个速度，不会把中部区域的凶兽都杀光了吧？走，快走！既然如此，那我钟明阳先走一步了。10000多分啊！破纪录了，破纪录了！10000分啊！不仅打破了我们江城的纪录，更是打破了江南省的纪录。天才，绝对的天才！干得漂亮！天佑江城，这届省状元将会落到我们这里了。这个分数起码是省状元预选，最差都是江南省前3。江城第2高中建校100多年，成绩最好的都才只是江南省排名第64位而已。而现在，历届校长都没做到的事情，被我给做到了。哎呀，这么优秀的学生，当初怎么没被分到我们火箭班？好，徐景明，好样的！卧槽，5班还有这号人物，太生猛了！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10000分，我他妈都才102分，这都有100倍的差距了。10000分，学长做到了！
太强悍了！这成绩，就算是顶尖异能大学，也都是随便上了吧？呵呵，遗址，这下是那些顶尖高校求着学长入学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徐继明学长就是我的偶像了。最后一只解决了，干得不错。就是不知道这次的排名会是多少。注意，江城第2037届5科高考已经结束，击杀凶手将不再计入分数，请考生尽快返回。注意，江城第2037届5科高考已经结束，击杀凶手将不再计入分数，请考生尽快返回。5科高考结束了，可惜再也没这样能痛快收割异能点的机会了。10000多分，这也太猛了！我和徐锦明一个班的，要是说他只有1级异能，你们信吗？1级异能，你护鬼呢？1级异能能以10倍分数压制 B 级异能的周明阳吗？是啊。去年我们江南省最高分才8000多，10000多分，绝对是省状元。也说不准。谁知道其他市会不会有和徐景明一样的变态呢？说的也是，不过不管怎么说，江南省前3是绝对的。江南省前3，这可是给我们整个江城长脸啦！是啊，咱们江城总算出了名真正的天骄了。琪琪，这徐景明真是你那个表弟？我的姑奶奶，你都问3遍了，虽然没有100%的把握，但大概率就是他。那行，我信你。我的好姐妹，把你表弟的联系方式给我好不好？怎么现在又要联系方式了？昨天不是都没兴趣了吗？今时不同往日嘛。昨天他只是1级异能觉醒者，今天他是我们江城第1，身份不同，待遇自然也不同喽。快看，徐景明出考场啦！徐景明出考场啦！徐景明，欢迎回归。徐景明，恭喜你！我们这一届考生因你而耀眼。真是耀眼呐！不过，就算我是第1名，也无法获得如此多的欢呼。毕竟，我可砍不下这10000多分。各考生，准备上大巴吧，大巴会把你们送到市区。到了市区，徐景明，你想好去哪个异能学校了吗？没有，我说的是实话。穿越过来后，我一直都想的是尽快提升实力，好多考一些分数，却还从没想过去哪所异能大学。以你的成绩，全国任何一座大学你都能上，包括3大顶尖异能高校。对了，你知道这3所高校吧？3大顶尖高校啊，那可是无数莘莘学子为之向往的最高目标。不过对你来说却是唾手可得。不对，甚至他们还会求着让你上。求着让我上？以你的成绩，已经有了特招资格。等全国排名公布后，全国的 TOP 10高校都会开出各种条件让你去就读他们学校。这不是求着让你上，还能是什么？
我建议你回去之后就多了解了解3大顶尖高校的资料，不能等到了特招那天还没有丝毫头绪。另外，不要被那些学校开出的特招条件迷花了眼。最重要的是选择你觉得合适的学校。当然，3大顶尖高校，随便进哪一个都是前途无量。我明白了，多谢校长。大夏国武风强盛，不仅武科高考会对外直播，就连全国的数千所艺能高校每年也会组织高校联赛，确定每所院校的排名。而在这数千所艺能高校中，有3所高校却是常年占据联赛前3，分别是青京艺能大学、魔都艺能大学以及晋城艺能大学。这3所高校都是建校时间高达200多年的学校，教育资源丰厚，校内导师至少都是6届艺能者。3所高校凌驾于全国数千所高校之上，却被称为3大顶尖高校，是无数高考学子梦寐以求的校园圣地。居然一口气睡了10多个小时。舒服。深蓝2534艺能点，等进入艺能大学，应该还够我用一段时间。艺能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若是换做普通荒野区，必然不可能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艺能点。这次也是托了武科高考的福，不知道进了艺能大学，会不会有同样击杀凶兽的赛事？要是有，我肯定第一个参加。我来查查。如今的9阶镇国者，原来就是毕业于青京艺能大学顶尖艺能锻炼法，居然大部分都是顶尖高校独有，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如今全国比较有名的高阶艺能者，竟然有差不多一半都来自于3大顶尖高校，一半，这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比例。毕竟全国有数千所艺能大学，而且还要算上海外留学，这足以说明3大顶尖高校的深厚底蕴。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艺能锻炼法。大夏国大部分顶尖艺能锻炼法竟然都收藏在3大顶尖高校图书馆中。顶尖艺能锻炼法是什么概念啊？使用最差的初级艺能锻炼法进行修行，大部分觉醒者要3-4年的时间才能进阶。不过，若是使用顶尖艺能锻炼法进行修行，那仅仅只需要不到半年时间即可进阶。怪不得网上有传言说3大顶尖高校是霸道独行的学法，不肯公布功法秘籍。顶尖艺能锻炼法何等珍贵，妄图用舆论绑架高校，从而分享顶尖功法，这怎么想都不太可能。这么早就来找我，难道是小郭？小郭，表姐。小明，你家着过火，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你有没有受伤？一点小意外，没什么大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这次过来，主要是想问问你昨天5科高考的成绩。琪姐没和你说？我想还是你亲自告诉我妈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没说。3位请慢用。现在可以揭晓谜题了吧？你姐搞得那么神秘，不就是怕我像小时候那样揍你吗？放心，你想想，自从你上了高中，我什么时候揍过你？就连你想要参加5科高考，我不也是一样同意了？这次
你成绩就算再差，我也不会纵你。小姑是典型的江南女人，性子温柔婉约，不过这仅限于没有期末考试的时候。一旦这期末成绩下滑，那便会是一顿痛苦的竹笋炒肉，还没办法反抗。毕竟父母去世后，小姑就是官方指定的法定监护人了。妈，放心吧，表弟这次不会让你失望的。哦，是吗？这么说，小明你这次考得还不错，多少分？有100了吗？那就有希望就读艺能大学了。我100分，而且比100分还多很多很多，是10000分。10000分，历年来江城最高分也就才1000多分，整个江南省的省状元也才只有8、9千分而已。10000分，是我听错了？小明，别开玩笑了，快说说你的真实分数。妈，景明可没有开玩笑，他就是10000分。不对，准确来说应该是11124分。在我们江城的官方新闻账号上已经有报道了。是小明，10000分，江城第一，太好了，太好了！小明总算出息了，这下我们许家也后继有人了。小明，以你的这个成绩，等填报志愿那天，岂不是可以直接选全国 TOP 10的高校了？昨天校长和我说，我已经有了特招资格，不用填志愿，直接等那些高校开条件就行。妈，以景明表弟的成绩，可以说是省状元预选，就算没能成为省状元，江南省前3肯定是跑不掉的。这个排名，就算是3大顶尖高校都要抢着特招，根本不会让他走填报志愿的路子。3大顶尖高校特招，好，小明，你可真是给了你小姑我一个大惊喜啊！对了，5科高考排名公布是哪天来着？大夏国的5科高考成绩会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发放，在此之前，各省要审核视频，防作弊，工作量大，最迟5天后，也就是6月13号前公布，时间不一定，不过最迟应该是在5天后。好，等成绩公布之后，小姑请你吃一顿大餐。古往今来，异能越是稀有，战斗力越强。虽然也有那种依靠低级异能成就强者之路的人，但这种人极其稀少，说是凤毛麟角也不为过。可文章上看到的描述，什么雷霆激荡1阶高位凶兽便死伤一大片，这根本不可能是小明1级异能所能发挥出的力量。不过小明，你不是才只有1级异能吗？怎么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不过小明，你不是才只有1级异能吗？怎么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前天下午我在客厅锻炼的时候，忽然窗外劈落下一道雷霆，将我击晕了过去。等我醒来，就发现原本的异能似乎得到了蜕变，变得强大不少。所以你后面才去了雷霆武馆试验异能。前天下午确实有一段时间在打雷，不过你没有被闪电击伤，反而因祸得福，异能变异，这倒是运气不错。等后面去武馆再做个异能检测，看看你的异能变异到了什么等级。按照文章上描述的威力，你的异能至少都应该是蜕变到了 B 级以上才对。好了，不管怎么说，你们姐弟一个江城第1名，一个江城第12名，都是好样的。走，我们去菜市场买点菜，中午我给你们弄一顿好吃的。全国5科高考排名在发榜前对普通人保密，但顶尖高校如魔都艺能大学招生办却能够提前1天获取。1年中最忙碌的就是这几天，他们这几天会根据各省前3名的考生实力与潜力，制定不同的特招资源策略。
全国的武科排名已经出来了，大家做好准备吧。终于出排名了。今年的排名出的似乎有点慢。差不多，去年只是比今年提前了1天而已。按老规矩，先看看各省省状元的表现。第一个省级行政区青津市，伊娃将周易的相关信息显示出来。好的，主任。周易18岁，觉醒的是强化技，2级异能青铜之躯，等级1阶上位，父亲是4阶异能者。青铜之躯在 A 级异能中都算不错的了。确实，看战斗画面，对异能的运用也还不错。周易定为 A 加级特招名额，王健老师就麻烦你走一趟了。好的。第2个省级行政区湖南省。先定为 A 减级特招名额吧。第13个省级行政区江南省。去年江南省出了个 A 加特招名额，不知道今年会怎样？应该也是个 A 加，毕竟江南省是人口大省，往年的省状元实力都十分强劲。1万多分，江南省今年发力很猛啊！江城，这不是江南省省会吧？江城，江南省省会不是宁安市吗？江城是什么鬼？这座城市怎么连听都没听过？徐景明，18岁，觉醒的是自然系，1级异能弱电，等级觉醒者，父母于7年前。觉醒者也能成为省状元，这不会是搞错了吧？有没有可能是信息收集错了，收集到重名的人身上去了？咦，有这个可能。陈耀的信息没有错，陈耀是最高级人工智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徐景明的信息可能是一开始在登记进信息库的时候就有问题，等看了他的5科高考视频，不就都清楚了？陈耀，打开徐景明的高考视频吧。咦，既然是用长枪作为武器，倒是少见。确实，前面的10多个人几乎清一色使用长剑或者大刀，枪类武器还是第一次出现。长枪可比刀剑还要难。目前看，他身上并没有异能者的气息。这么说，徐景明还真就是个觉醒者。觉醒者的省状元，这可是最近几10年来从未有过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是1级异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绝对不是1级异能。这威力至少都是 A 级，怎么可能是1级弱电异能？登记异能的那些家伙是怎么搞的？这都能搞错？不行，解析徐景明的异能等级。徐景明的异能属于自然系下的雷电系异能，由于无法采集空气中的元素信息，只从视频画面分析来看，徐景明的异能4%的概率为 B 级，10%的概率为 A 级，83%的概率为 S 级，1%的概率为 SS 级，0%的概率为 SSS 级。S 级概率是83%。S 级？大夏国3、4年没出现过 S 级了，如果能成长起来，那便是绝对的顶尖战斗力。一次 S 级异能，再加上这强大的实战能力，徐景明的省状元实至名归。徐景明定为 S 级特招名额。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招录。S 加级特招名额，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动用这种特招规格了吧 ？S 加级特招，看来我们不拿出点好东西都不行了。去年江南省特招就是我去的，这次要不还是我去吧。主任，我也想去江南特招。不用去，这次我亲自跑一趟。主任亲自去，那这下稳了。S 级异能，徐景明，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景明啊，不要着急，最迟今天就能出成绩。校长，我知道，我不急的。好，不急就好。我就是怕你们年轻人太焦躁。好的。好家伙，一个个都叫我不要着急，实际上却比谁都要着急。不过这都第5天了，成绩也该公布了吧？高考排名公布了，第1名，江南省省状元，我做到了。今年宁安第一高中的雷宙发挥不错，拿到了9200多分，省状元应该就是他了。概率很大，不过也说不一定。听说隔壁省有几个天赋不错的学生。说的也是，就看各自造化了。成绩公布了。什么？省状元竟然是江城那边的！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热点。省状元一般不都是1阶高位异能者吗？觉醒者也能拿到省状元，1级异能觉醒者能拿省状元，这要是真的，我他妈当场吃翔！楼上的，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他的5科高考视频。我操！一枪捅穿1阶独角戏的头骨，好家伙，这力量比1阶异能者都还要强吧？看起来像是强化系力量增幅体类的异能，不过才只是觉醒者，异能增强怎么可能这么强？什么？居然不是强化系，是雷电系！这为例，你告诉我这1级异能，无良媒体为了流量无底线造谣。金明同学平时刻苦努力，严于律己，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他应得的。金明这孩子平时特别踏实，不管是文化课还是5科训练，都从来不用我操心，做事认真待人谦和，能教出这样的学生，我特别骄傲。徐景明是我们江城人的骄傲，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当然也离不开学校和教育局的大力培养。市教育局将会奖励徐景明一份包括100万现金和异能锻炼法的大礼。市政府也将奖励徐景明同学100万现金，并赠送本市一套豪华别院。校长刚才那会儿不是刚打来电话吗？怎么又打进来了？不过校长的性格我知道，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不会这样反复打电话的。徐景明，赶紧来学校，3大顶尖高校的招生老师已经过来了。招生老师这么快就到了？3大顶尖异能高校，可能也只有魔都离江南稍微近一些，另外2所，青青在大夏国北部，晋城在大夏国中部，竟然都到了。别纠结那么多了，你在哪儿？我马上安排专车来接你。我在雷霆武馆这边。好，
你稍等一会儿，专车马上就过来。各位老师，请稍坐会儿。徐景明还要10多分钟才能到。没事儿，赵校长，你先去忙吧，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就行。二位，我们似乎已经很久都没像这样凑到一块儿了吧？张老师，客套的话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吧。大家这次过来的目的各自都十分清楚。事先声明啊，徐景明，我们青金艺能大学要定了。哈哈，你说要定了就要定了，我还说我们晋城大学要定了呢。哼，唉。徐景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青金艺能大学的老师邹韵，这位是魔都艺能大学的老师张朝阳，这位是晋城艺能大学的老师吴渊。好了，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我们3所顶尖高校，你选哪一所？我选择